1940年，随着法国的沦陷，英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处境里。在敦刻尔克的撤退中，英军几乎损失了所有的坦克、大炮运输车辆，守卫本国的陆军仅剩下了25个师。然而，刚刚上任的首相丘吉尔却拒绝求和，铁了心要和德国纳粹干到底。面对迫在眉睫的入侵，上百万的中老年男性自愿组成了一支国民自卫队。由于装备严重不足，他们用扫把模拟步枪，用铁皮盒代替坦克进行操练，其中还不乏夺命锁喉丝这样的民间暗器。虽然缺少反坦克炮，但英国在各处交通要道放置了刺猬钢架，并在退潮的海滩上铺设了铁丝网，以阻挠德军坦克和步兵的快速推进。同时，军工厂的工人们夜以继日地加紧生产枪炮飞机，平均一周要造100架战斗机，产量相比之前翻了整整1个倍。老百姓还纷纷捐出了自家的铁盆铁锅，助力军工生产。尽管作用不大，但却显现了英国全民上下一致抗德的决心。与此同时，希特勒集结了大量驳船，将其改装成了临时登陆艇，准备派20个师从英国南部海岸登陆入侵。他似乎认为渡过英吉利海峡就像跨过一条河一样容易。要知道，当时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仅本土舰队的规模便远远超过了整个德国海军，一旦贸然进攻，无异于自投罗网。不过，德国空军拥有2600多架战机，是英国的3个倍。如果能在英吉利海峡上建立起绝对的空中优势，那么便为海军和陆军的登陆行动铺平了道路。所以在这场对抗中，空战是决定双方成败的关键。起初，德国空军对英国的商船、空军基地、飞机场发起了全面空袭。虽然德国空军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几场恶战下来，英国仅损失了56架飞机，德国却损失了136架。英军之所以能以1换3，靠的不是一腔热血和护国精神，强烈的情感除了自我麻醉外，并不会对敌人的炮弹产生物理上的影响。他们决胜的真正法宝是最新发明的高科技雷达。早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科学家就发现无线电波碰到物体会产生反弹，因此通过计算反弹所需的时间，便能探测到人类视线范围以外的物体位置。二战爆发后，英国基于这项研究成果，在全国建立了一套雷达空防系统，它们能监测到方圆300公里以内的敌机，包括数量、方位和距离，等于在空中开了一个透视外挂。英国战斗机司令部收到这些关键的信息后，便能选择在最有利的时间和地点对德军发起反击。经过几个月的激战，数量有限的英国空军元气大伤，空军基地也悉数被炸，即将面临着丧失制空权的危险。但此时一个小插曲却改变了整场战役的走向。8月24号，一架迷航的德军轰炸机误将炸弹投在了伦敦市区。次日，英国立马出动了81架轰炸机空袭了柏林。虽然只炸死了10个人，但却对德军的士气有很大的影响。希特勒一怒之下，命所有飞机对伦敦贫民区实施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这意外使奄奄一息的德国空军有了休整的机会，空军基地等军事设施也得以恢复重建。自1940年9月起，德国纳粹对伦敦展开了大规模的轰炸，港口、海关大楼、煤气厂、炼油厂都是他们轰炸的重点目标。整个城市逐渐沦为了一片火海，昔日的高楼房屋转眼便只剩下了残垣断壁，马路也被炸得千疮百孔，四处散落着汽车的残骸和人们的残肢断臂，好似世界末日。其他城市也未能幸免，像英国的主要工业城市考文垂几乎被夷为平地。在德军长达8个月的无差别轰炸中，至少有5万英国平民丧生，而成千上万的难民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后，只能生活在潮湿阴冷的防空洞里。经过数月的激战，英国终于保住了制空权。无力突破的希特勒于是搁置了入侵英国的计划，开始把目光转向了苏联。早在1923年写自传书籍《我的奋斗》时，希特勒已将吞并苏联、征服东方视为了自己最大的梦想。他认为那里广袤的土地和资源才足以让高贵的日耳曼人过上富裕的生活。而苏联在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中，上到元帅将军，下到每个团的军官，几乎全被迫害处死。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时，动用了100万大军、3亿骑帅，最终以20万的伤亡代价，才拿下了这个人口不足200万的欧洲小国。所以希特勒一眼看穿了，苏联就是一只无头的纸老虎。而当德军全力攻打英国的时候，苏联却在后方忙着打野发育，其先后吞并了波罗的海的多个国家，直逼罗马尼亚的油田。这里是德国唯一的石油供应地，没有它，德军的坦克、飞机、舰船便是一堆废铁。于是希特勒赶紧拉拢罗马尼亚，加入了法西斯阵营。
这使得德国和苏联的塑料友谊迅速破裂。1941年初，希特勒制定出了进攻苏联的详细计划，代号为巴巴罗萨。将领们对这个计划颇不认同，担心德军一旦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便会重蹈一战的覆辙。但希特勒觉得法国已经沦亡，英国被炸成了大残，西方战线根本不足为虑，完全可以放开手去把东方的苏联干掉。在此次战役中，德国一共动员了400万兵力，以及6000辆坦克和3000架战机。相比而言，苏联光驻扎在西部地区的兵力就超过了200万人，后备力量还有数百万。虽然坦克不如德军的先进，但有2万多辆，仍是一股非常强大的作战力量。战术方面，德军兵分3路，上路集团军将横扫波罗的海国家，攻占列宁格勒，并夺取当地的镍矿，镍是制造弹药和炼钢的关键原料。中路集团军的任务是直取莫斯科，下路集团军的目标则是通过乌克兰进攻基辅，并占领苏联的工业重地以及油田和粮仓。相比精心准备的德军，苏联直到开战的前一天才确定了德军即将入侵，根本来不及部署任何的防御。其实早在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斯大林便收到了多份德军往苏德边境集结重兵的情报，但他却不以为然。更讽刺的是，苏联还在按照先前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往德国运送战略物资，其中包括150万吨粮食、200万吨石油和150万吨木材。英国首相丘吉尔甚至亲自发电给运输队长斯大林，说德国即将入侵苏联，并连准确的进攻日期都告诉他了。但斯大林却怀疑英国在挑拨离间，将祸水东引，所以他并未下达任何的战备命令。1941年6月22号，随着希特勒一声令下，德国纳粹的100万大军扑向了苏联。100多年前，法国的拿破仑也是在这一天越过了尼曼河，开始了对俄国的入侵。开战第一天，德国空军对苏联西部的交通枢纽、军事基地以及国境线上的部队发起了猛烈的轰炸，同时以全部火炮对苏军的防御工事、通讯设施、部队集结地进行狂轰滥炸。而措手不及的苏联完全被打懵了，边境地区的指挥机构基本陷入了瘫痪，上上下下都乱成了一锅粥，士兵们像无头苍蝇一样抬着枪到处乱窜，一些民众甚至认为是火星人打来了。仅仅2天下来，苏联便损失了3个步兵师，西部地区的2000多架战机还未起飞便被全部摧毁。随着德军夺取了制空权后，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开始大举进攻，平均每天100公里的速度向前猛推。此时苏联逐渐回过神来，迅速组织了反攻，但由于他们把坦克分散开去支援步兵，于是再次上演了法国人的惨败。仅2次交锋下来，苏联便损失了6000辆坦克。到6月底，德军的2支装甲师成功包围了大量苏军，有超过30万人被俘。更要命的是，先前许多被苏联占领的小国家都纷纷起义，乌克兰的老百姓甚至对德军夹道欢迎，把他们当成了解放者。到了7月初，德军占领的面积已经超过了2个德国。而斯大林得知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消息后，几乎沉默了1个星期，直到7月3号才开始动员全军作战，保卫国家。可那些能力较强的高级将领早在战前的大清洗中给杀光了，剩下的大多是阿谀奉承的无能之辈，所以任凭苏联有千军之力难以发挥出来，能不去送菜就算是阿弥陀佛了。7月22号，德军的装甲部队再次包围了30多万苏军，此时他们距离莫斯科仅剩下300多公里，苏联如同一栋摇摇欲坠的烂房子，只要再来一脚便全塌了。然而下路的德军并不顺利，几乎久攻不下。于是希特勒下令中路集团军暂停进攻莫斯科，改去增援基辅。这一决策遭到了古德里安的强烈反对。他说，莫斯科作为苏联的首都，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而且这里是苏联抗战的神经中枢，拥有大量的军工厂、交通枢纽和50万的后备兵员。只要趁着冬季来临前一鼓作气拿下莫斯科，便能切断各地苏军的物资补给，最后不战而胜。但希特勒却一意孤行，认为一旦拿下基辅的粮仓和油田，就能从经济上摧毁苏联。自1939年以来，德军屡战屡胜，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希特勒的判断是对的。但成功也会积累成一种毒素，形成所谓的胜利病，使他丧失戒惧的心理。正是这个致命的决定，导致整个战役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随着装甲主力挥师南下，基辅在9月中旬被德军占领，75万苏军俘虏遭到关押和屠杀，其中有70%的人都没能活着回来。此时中路的集团军由于缺乏装甲师，一直按兵不动。眼见秋雨冬雪即将来临，希特勒后悔了，立马下令对莫斯科重新发动进攻。
但装甲部队需要休整和调动，所以德军一直到10月2号才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尽管苏联已经损失了300多万士兵，但在辽阔的大地上，战壕河流打完一条还有一条，地平线上永远有源源不断的士兵补充进来。其实德国打苏联就像一头大象进攻一窝蚂蚁，大象或许能凭着强大的力量杀死上千上百万只蚂蚁，但最后蚂蚁的数量一定会战胜大象，并将它啃得连骨头都不剩。而真正能决定这场战役的不是战术，更非战略，而是空间和天气。以空间换时间是俄国一脉相承的祖传策略。德军发起进攻后的4天，苏联大地下起了1941年的第一场雪，它比以往来的更早一些。初雪融化后，接踵而至的是连绵不断的大雨，泥泞不堪的路面使德军的战车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通过，至于步兵只能沿着道路两边艰难的行进。为此，德军不得不征用大量的马匹来增加临时机动力。更要命的是，希特勒并没有给他的士兵准备任何的御寒衣物，他一开始便没打算在冬季作战，但由于战略上的判断失误，他只能将错就错，下令士兵们必须在冬天正式来临前攻下莫斯科。到10月中旬，德军攻下多个城镇，对莫斯科形成了合围之势。先锋装甲师距离莫斯科仅剩下60公里，用朱可夫的话来说，就是空间很快就要用光了。而苏联留着保卫莫斯科的坦克只有400辆。眼见城破之际，官商富贾们纷纷用货车拉着金银珠宝弃城出逃，老百姓一看有钱有势的都跑了，也纷纷想办法逃出城去。德国的宣传部长葛培尔甚至已经通知了各大媒体记者前来柏林，准备宣布莫斯科陷落的消息。不过斯大林却带着那些高级将领一直坚守在城内，这无疑给保卫莫斯科的军民打了一针强心剂。而除了广袤的空间外，苏联还剩下一个祖传的冰封技能。想当年拿破仑幻影式的拿下莫斯科后，一样败给了严寒，沦为了后世口中的东将军。12月1号，当德军准备对莫斯科发起最后的总攻时，一觉醒来却发现气温已经下降到了-40度，卡车和坦克全被烂泥路冻住了，就连油箱里的燃料也凝固了。由于缺乏冬季专用的润滑油，火炮和机枪几乎无法使用，成了一堆废铁，衣着单薄的士兵更是冻伤了一大片。面对这种情况，希特勒立马暂停了进攻，准备坚守着待来年春天再战。可惜他没有机会了，这是德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就在德军士气极度低落之时，苏联将领朱可夫来了，他将上演一出真正的绝地反杀。早在10月，他便将西伯利亚的40个师调到了莫斯科附近，这支军队装备了最好的武器，多年来一直在严苛的环境中进行训练，完全适应了在严寒深雪中作战，堪称是王牌中的王牌。他们本来是斯大林留在西伯利亚对付小日本的，但在朱可夫的强烈建议下，才被调来保卫莫斯科。12月6号，当德军正处于一片绝望时，朱可夫放出了他的西伯利亚师团。那些迅猛的 T-34坦克飞奔着穿过雪地，越过田野，成为了每个德军的噩梦。而武器被冻死的德军几乎毫无招架之力，只能任苏军肆意宰割。在苏军发起反攻后的1个月里，有超过30万德军被俘虏，这彻底打破了德国陆军不败的神话，也是纳粹帝国由盛及衰的转折点。在接下来的3年里，双方还将展开一场悲惨无比的拉锯战。也就是这一年，在朱可夫发动反攻的第2天，小日本袭击了美国珍珠港，这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而无数遭到侵略祸害的国家正日益恢复，开始对法西斯轴心国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攻。